大家好啊，我係方 Sir 啊。本片會以一起學習作為目標，分享我對聾人同埋弱聽人嘅教學經驗，尤其集中喺點樣將唔同嘅學員視為一體，但同時又可按個別嘅學習需要提供適度嘅協助。上集提到運用 SOV 嘅句子結構嚟到聚焦學員嘅注意力，使到講解內容易於理解。有關嘅詳情，歡迎觀看上一集以增加了解。本集首先會講下無聲溝通，留意面部表情。表情係手語溝通其中一個重要嘅元素，所以聾人同埋弱聽人都習慣用面部嘅表情嚟到表達自己。佢哋嘅表情亦都容易閱讀，因此教練可以透過聾人同埋弱聽學員嘅面部表情，得知佢哋嘅學習情況。協商手勢，當冇合適嘅手語表達嘅時候，教練同埋聾人或者係弱聽學員可以發展一啲基本嘅手勢作為傳意之用。例如，要表達福州嘅時候，我會將手掌由掌心向天反轉為掌心向地。示範時嘅注意事項，指出觀察點後才示範。用手指出觀察點，有助即時將注意力集中喺學習點之上，以便學習。示範時不說話，教練都習慣邊示範邊講解，但問題係讀唇係依靠眼睛嚟到進行嘅，雙眼係唔可能同時間睇示範同埋唇讀，因此示範同埋講解必須分別嚟到進行，唔可以同時進行。多示範，獨木舟常用嘅教學模式係 IDAS 同埋 EDICT， 兩者都係依靠語言嚟到做溝通。然而，聾人同埋弱聽人則依靠視覺嚟到學習，佢哋嘅觀察力比非聾人都要高，只係佢哋嘅聽力影響咗聲音嘅接收同埋學習。再者，健聽人士中亦有視覺型學習者存在，因此只要教練多做幾次示範就可以補足，尤其係重點嘅示範。課程安排，複雜動作嘅教學安排，由陸上到水上。如果遇上一啲較複雜嘅動作，需要仔細嘅教學講解時，教練可以考慮早上落水之前呢，喺岸上將呢個動作嘅重點教一次，然後喺水上示範。好處係呢，落水前喺岸上高嘅教學，弱聽嘅學員可以佩戴助聽器學習，增進對動作嘅基本了解，然後再喺水上高睇示範，以增加學習嘅效益。當然，授課嘅時數有限，冇可能每一個動作都咁樣去到安排，但係教練可以選擇最重要嘅動作，適時去到安排。謹記，以上只限於岸上高嘅教學，唔包括淺水同埋近岸嘅教學，因為擔心助聽器會被淺濕同埋被碰跌喺水裏邊。教學位置嘅選擇，喺岸上高教學嘅時候，請盡量選擇背景雜音較少嘅位置。因為助聽器係將所有嘅聲音放大嘅裝置，一般微小嘅背景雜聲經過助聽器放大之後，就會成為一個大音量嘅干擾雜聲，甚至可以掩蓋人聲添，令到帶助聽器嘅人十分煩躁，並且會影響學習。除咗背景雜聲之外，風亦都係需要特別留意嘅地方。請盡量選擇唔當風嘅地方，因為風嘅聲音難以被助聽器去到過濾，甚至可以掩蓋人聲。半日小結，喺香港普遍嘅獨木舟課程都係全日課程，教練可以喺完成早上課節之前，先做早上嘅教學總結，有助整理學習。其他事項，聾健同組，當分組練習時，聾人同埋健聽人同組嘅安排，有助佢哋建立人際嘅關係，增加 inclusive 嘅效果、歸屬感同埋自信。弱聽嘅學員熱衷於學習，會比較多發問，原因係除咗助聽器之後，會變得聽唔清楚或者係聽唔到，突然多咗一啲未知數喺心裏面，增加不安同埋憂慮。教練只需要按以上嘅溝通技巧，學員見到自己嘅進步，不安感自然就會消除㗎喇。相反，全聾嘅學員因為聽唔到，所以對外界嘅反應不及弱聽嘅學員咁快，
表現較為靜。教練適宜主動去到了解佢哋嘅學習情況。要注意嘅係，若想引起聾人或者弱聽學員嘅注意嘅時候，可以輕拍佢哋嘅前臂或者係艇面，避免喺佢哋視域以外嘅範圍，例如背脊，去到叫佢哋。無論學員或者教練嘅性別係咪相同，為保護學員同埋教練，建議雙方事前商量出一個溝通嘅方法，以免產生誤會。實行上嘅困難同埋建議，由於教學嘅內容同埋授課時數喺現時嘅 inclusive class 同埋 non-inclusive class 都係一致嘅，但係 inclusive class 咧，每一個嘅教學環節都需要額外嘅時間，例如語速減慢、多次嘅示範等等。因此授課時間不足就係實行時最大嘅困難。喺香港，現時健聽人嘅訓練班嘅教練同埋學員人數比例係1個教練對8個學生。建議聾人、弱聽人士嘅訓練班比例為1個教練對4至到5個聾人或者係弱聽嘅學員。如果 inclusive class 呢，則建議嘅比例為1個嘅教練對5至到6個嘅學員，包括最多2位嘅聾人或者係弱聽學員。如果大家想睇更多嘅獨木舟短片，就記住讚好、訂閱同埋分享呢一條頻道。對運動教學感興趣的話，建議參加正規嘅教練課程。香港唔同嘅區域都有獨木舟會舉辦相關嘅課程。下集再見，拜拜。